白发会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呢，就是毛囊的色素细胞受到了损害。还有一种就是压力跟氧化性的白发，这个就更普遍发生在青壮年人的身上。那如何要来避免白发提早上升呢？我们拔掉那个白头发意义不大哈，你的生理状况没有改变的话，你从毛囊长出来的还是黑色素不足的白头发。我觉得第一个药物一定要好好吃。第三个营养很重要，吃什么能够让头发变黑，这个是蛮重要的。我们会建议有3个东西要摄取，就是优质蛋白质，拳头都布满的穴道嘛，我们只要一个大梳子，睡前花个10分钟，各个方向去刺激头皮，放松之后，气血循环好的话，比较容易把营养物质带动到我们的头皮。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，我是 Amber。白发会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呢，就是毛囊的色素细胞受到了损害。头发的颜色呢，它其实决定于毛囊里面的这个色素。如果黑色素分泌减少的话呢，那头发就会慢慢的从黑变成灰，甚至是全白。当然，这里面会有遗传啦，有疾病，也有老化的因素。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压力跟氧化性的白发，这个就更普遍发生在青壮年人的身上。那如何要来避免白发提早上升呢？我们欢迎上一中医诊所的于雅文中医师。于医师您好。全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于雅文中医师。有一个研究发现，就是说压力所造成的去甲肾上腺素增加，它会让这个干细胞从发根移到头皮上面，然后头发就会变得比较白了。对，那其实在中医上面有这样子的概念吗？或者是中医是怎么样是认识这种压力性所造成的白头发呢？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看皮肤啊，或者是看毛发、看指甲，那个都是一个外显症状，它是一个镜子，就显示我们的五脏六腑出了问题。特别是头发，我们常常说肾。肾主骨，肾主发。我们从头发的健康状况可以看得出你肾气的状况。还有呢，我们的气血充盈，我们的头发才会茂密，才会乌黑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你气血的状况。我们中医常常讲说，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五脏六腑有关。那刚才讲到说，头发跟肾气有关。我们说肾主恐。一个人常常处在恐惧。或者常常属于压力的状况，肾上腺分泌过旺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消耗你的肾气。那消耗肾气，其实头发不见得是一夜变白。你会发现说，有时白发压力这一段期间，那个头发是一根一根慢慢变白，而且会合并掉头发、发质稀疏或者是发质很干枯的现象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属于不是遗传性的压力性的增加白发的话，可能不要乱拔白头发，因为有可能它会再黑回来的意思咯。应该说我们拔掉那个白头发意义不大。第一个会造成那个毛囊损伤，常拔它嘛。第二个，如果说你的压力没解除，你的生理状况没有改变的话，你从毛囊长出来的还是黑色素不足的白头发。是，这边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研究，它是这个美国实验生物联合会它发表的一篇文章，他说的这个毛囊呢，它因为大量的接受到这个过氧化氢的这个影响，它会让这个头发因为就是承受氧化压力，然后体内因为产生过多的自由基，然后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 DNA， 然后它就会攻击到这个黑色素。那在中医里面会有这样子的概念，就是说过氧化氢或者是自由基多了去攻击这个头发吗？对，有。我们讲那些过氧化氢，其实它是病理产物。病理产物在中医的语言叫做痰湿的物质。又归到痰湿上面。痰湿，对，痰湿的物质。那痰湿怎么来？我们刚才讲说肾嘛，肾主恐。我们肾其实是我们能量的一个来源。能量会带动气血，气血如果不畅的话，就会累积废物，就是痰湿的废物。对，所以你会发现说，这样痰湿型的掉发或者是白发，它有合并头皮不健康的状况。例如说像头皮会长一些毛囊炎，或头皮容易出油过度，或者是说，它的白发它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，是这样一根一根慢慢长出来的。其实长的地方可以看得出它是不是真的压力哦。例如我们说肝，肝的经络，它其实肝的经络通到头顶。对，其实你会发现有些白发是从头顶开始，这边对。那有些比如说像一些肝，肝的经络其实它肝胆相表里，胆经常常睡不好啊，那个其实我们胆经会通过我们身体的侧面，你会发现说有些白发是从鬓角长出来的，也看得出它是属于压力体质，所以我们会针对那个压力源，或者是说它根本的原因去调节这样子。好，那假设这个压力性白发来自于就是这个压力，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疏解我们这个压力呢？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药物
一定要好好睡一个觉。睡觉，对，因为现在人都是太晚睡，你会发现现在人12点睡觉早睡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11点开始就在走胆经了，走胆经，然后1点到3点是走肝经，所以你要好好保养你的头发，甚至你的皮肤。第一个一定要早睡，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运动是很重要的舒压，因为运动其实会促进我们脑内啡分泌，会有一个舒压的功能，而且能够带动全身的气血循环，把那些垃圾废物给它代谢掉。还有第三个，营养很重要。吃什么能够让头发变黑，这个是蛮重要的。对，我们在中医古代常常都说以形补形，以颜色补颜色。其实很多说入肾的食物或药材很多是深色或黑色的。我举几个例子，像何首乌，我们常用的何首乌，它是入肝肾，补气血。然后第二个黑豆。黑豆、黑芝麻这些比较抗氧化物多的东西，其实可以多摄取。或黑木耳这个东西也是。那在我们如果是西方的营养学，我们会建议有3个东西要摄取。西方，对，就是优质蛋白质。对，因为头发的构成就是蛋白质。对，比如说像一些鱼肉、猪肉、鸡肉这些东西，还有第二个花青素。花青素简而言之就是不是只是顾眼睛而已。对，其实它都有，它就是一个抗氧化物。抗氧化物其实花青素在我们大自然中会看到5颜6色的一些水果，或者是说深色的，深色的比如说像蓝莓、葡萄，这种东西又呼应到我们中医讲的色黑入肾，也就是说花青素特别丰沛的这种抗氧化物会特别多。像莓果类啊、蓝莓这个东西都可以多吃。第3个就是锌元素，锌存在哪里？比如说海鲜、优质蛋白质，那些微量元素都要适当的摄取。所以有3个，就是优质蛋白、花青素，还有锌元素。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就是说中医跟西医在医学的理论上，它可能是2个不同的体系，但是其实回到食物上面，因为互相是有一点交流的。对，因为古代虽然没有一些营养分析仪，它从大自然的观察，这些食物入到体内会产生什么影响，归纳出来，其实就以现代营养学分析就是这些东西。那想要有好的头发，其实头皮也很重要。医生有没有一些头皮的养护可以跟我们分享？对，其实头皮的健康会决定头发的发质。那其实我们头皮很妙，就是都是穴道，典型就是我们的督脉，还有我们的膀胱经、胆经都通过我们的头皮。对，如果说一些代表性的穴位，我介绍给大家，比如说百会穴，百会穴在我们人体的正中央，就是鼻子与2个耳尖的交汇点，百会穴。百会穴的前后左右大概1寸的地方，四神聪穴。它其实耳聪目明，而且能够带动我们全身的气血。其实这个地方，如果说你精神不好，常常会觉得说有白发的话，我们不妨常常去刺激我们头顶附近的穴位。还有呢，第2个就是我们胆经，就是耳朵上面、侧面的穴位，对，都可以常常去刺激它。因为很多人压力大的偏头痛，对，或者太阳穴这地方特别紧张，那或者是鬓边白发，都可以常常刺激这边的穴位。那如果说大家穴位抓不准，我介绍一个梳头。其实梳头最快。对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像古代的慈禧太后，她睡前有一个仪式，就是梳头的仪式。对，上次医生也有分享慈禧太后的2招入眠方法，一个是梳头，一个就是泡脚。对，因为事实上梳头呢，我们全身拳头都布满的穴道嘛，我们只要一个大梳子，你各个方向梳，花个10分钟，睡前花个10分钟，各个方向去刺激头皮。对，第一个会非常好睡，因为整个头皮放松了。第2个放松之后，气血循环好的话，比较容易把营养物质带动到我们的头皮。因为我刚才介绍很多，比如说花青素啊、蛋白质，颜色黑的入肾，可是你要有气血把它带上来。其实我觉得刺激头皮或刺激我们的后颈，我们刺激完头皮后，可以我们热敷我们的肩颈穴，让我们上半头的循环比较好一点。是哇，所以要解决白头发的问题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功课都可以试试看。是好啊，今天非常谢谢于医师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其实也有提到了，头上有非常多的穴道，那主要就是这个督脉、膀胱经、胆经，还有三焦经这几条经上面呢，有非常多的穴道分布。像例如说，在督脉上面呢，有神庭穴、百会穴、后庭、风府跟亚门穴；在这个膀胱经上面呢，有攒足穴，还有天柱穴；那胆经上面还有这个风池穴；那三阴交经上面它有角孙穴，还有翳风穴，以及我们颞肌上面的这个率骨穴。那所以呢，在梳头上面的话呢，到底应该怎么梳呢？那这边呢，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，
我自己在按摩头皮的一个方法。那通常我会把这个头皮呢分成5个区块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。那我会用的这个梳子呢，大家可以买一般的你们自己常用的梳子，但是我会喜欢这个按摩梳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的结构是圆形的，所以它在梳头的时候呢，它会比较好施力，它真的会帮头皮有做到按摩这样子的感觉。那我们就针对这5个区块呢，把所有的头发就是往这个中间就是百会穴的方向梳，因为刚刚医生其实也有提到百会穴啊，其实是头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穴，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增加你的头皮健康的话，这个地方可以多梳，所以我们就是把所有的头发都梳到这个地方来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来示范一下怎么样梳头发。首先呢，我们把第一个区块呢又分回3小区，然后1个小区梳3下，所以呢它就会是这样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，然后再重复梳2次。那第2个区块，它就是两边的这个鬓角的这个地方。那你可以从我们刚刚梳的地方一直到耳朵的上面，然后也是把它分成3条区块，然后每一个区块梳3下，然后一样呢，就是往百会穴的方向，往这个方向梳。所以呢，这边的头皮啊，也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把它梳回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在后面的这个区块呢，就是我们从耳朵的上面一直到我们的脖子的这个地方呢，这一整个区块，我们的梳法呢，你可以直接由上往下梳，但是这边呢，我要教大家的是由下往上梳，其实它对于穴道的按摩的那种感觉会更好。所以它的梳法是怎么样呢？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块啊，我们就是由下往上梳，然后一样把它梳到这个百会穴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，就是由下往上梳，把它梳上去。那假设说这种方法呢，你觉得很麻烦，或者是常常会忘记的话，当然你要从头往下梳，这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只是说我今天教的这个方法呢，我会觉得它在头皮的梳理上面呢，它是比较有感觉的，而且它真的是头皮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梳得到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